大家可以看到天津的天气啊，这两天又变得非常冷。前两天还是春装了，这两天又把厚厚的羽绒服都穿上了，还是很冷，一直在下雨，很冷。然后呢，听说麦当劳呢出了新品，其中有一个我比较感兴趣，就是这个肉丸汉堡，我们今天想去尝一下，走吧。太冷了。我们现在终于能进里面坐下来了。刚才那家麦当劳呢，丸子汉堡都已经卖完了，没想到还挺火爆的，所以我们换到这家呢还是有货的。我们现在开始点餐吧。现在只能用手机点餐了，随心配，点一个，这样对吧？这个是大丸子汉堡，从这图片上看啊，特别厚实。我一会儿看看拿到是不是这样。我现在已经选好了，一共点了，这是24元，随心配点了4样，一个丸子汉堡，加巧克力派，然后还有一个新出的这个鳕鱼金砖，还有一杯热奶茶。我的菜已经取来了，外边太冷了，我先喝一下这个英式奶茶，尝一下。红茶的味道挺浓的，然后还有奶味儿。我觉得看网上说这个奶茶味道有点苦，但是我没有喝出来苦味儿，也不是很甜，口味比较清淡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喝。我们先来吃这个我比较期待的巧克力三角派，但是我刚才拿到这个餐食的时候呢，我还懵了一下，以为这个巧克力三角派是一个跟菠萝派、香芋派一样的有那样包装的一个派，但是并不是，是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包装，里面就是这样一个三角的派，跟我想象的那个用纸盒包装的有点差距啊。但是这个你看是炸得很脆，外面轻轻一碰掉了很多酥皮。反正我第一口吃下去，咬下去这样一个角，我没有吃到馅儿。吃到一点点馅儿。我觉得这个皮感觉要比我平时吃的菠萝派、香芋派那个皮要厚很多，然后感觉更加油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咬下去感觉就是嘴里就油油的。然后，刚才是巧克力馅没吃着，我现在吃一下，我该把它挤出来了。巧克力的馅料呢，还是味道很浓郁的，不是特别的甜，有微苦。巧克力馅还是挺好吃的。馅儿并不大，很小。我如果不用挤的，用正常吃，我觉得我吃了2口以后还是没吃到馅儿。你看我现在用手挤一下，我就能挤出来好多油。我觉得这个平时的菠萝派应该没有那么多的油。这个也是他们新品鳕鱼金砖。感觉这个鳕鱼应该是肉还是比较多的，外面的面不是很厚，要不然这样拿起的时候就是这样感觉软软的，不是说很硬的一块，所以感觉应该没有太多的面浮在外面。确实没有太多的面。可以看到里面白色大块的鳕鱼肉。感觉这个鳕鱼的味道，味道不是很重，还是偏淡一些。但是它并没有给我，像番茄酱这样的配料。我觉得意在还是单独的吃它。但是我觉得作为随心配来说，像这3样哪个和哪个配都不是特别合适，都比较少，都是当小零食吃，完全是吃不饱。
这个鳕鱼排有点像以前肯德基出过那个鳕鱼堡，里面应该也是这样的2块鳕鱼，但是应该搭上一些蔬菜或者是沙拉酱，这样比较有味儿。单独吃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单调的一些。感觉这一套里面最重头最硬核的就是这个大丸子汉堡了。现在拿起来摸着一个丸子好像出来了，果然被我摸中了，出来了一个。这丸子是有很多嘛，都挤出来了。我们看看有几个丸子。原来只有3个，还掉出来一个。手洗干净了啊，把它拿过去。这里面应该就是有3个丸子，一片薄薄的奶酪，然后有一点生菜，还有就是这个有点像意大利肉酱面里边那个肉酱吧，看上去。肉末、胡萝卜碎，不知道味道像不像。第一口下去就是意大利肉酱面，放在汉堡里面。我刚才问了一下服务员，它这里面的这个丸子呢，完全都是鸡肉的，然后那个里面的肉酱里面一些个肉碎呢，也是鸡肉，所以如果有回族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单吃无妨，没有关系。这个大丸子汉堡呢，应该就是在中国地区改良的这种汉堡，但是这里面的丸子呢，我觉得并不是我想象的中国四喜丸子那种，里边都是肉。我觉得这个丸子还是有一点微辣，里面的肉挺紧实的，毕竟是用鸡肉做的，所以不会发散，还是挺好吃的。然后感觉这个肉酱面的那个味道非常浓郁，在整个汉堡里面占了主导，它已经盖过了沙拉酱的味道了。我觉得这样一个汉堡配3个丸子，说实话觉得有点少。像中国的那个传统不是4平8稳吗？我觉得4个丸子对于这一个汉堡位置摆放来说都挺好的，3个就觉得有点少了。但是酱真的很多，非常浓郁的酱的味道。我看网上说，很多人说这个丸子评价挺低的，有点像食堂这种速冻丸子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，没有那么差。但是说实话呢，如果这样12元的随心配的话，配这个汉堡就不如配双层吉士汉堡了，我觉得那个更好一点，也更多。这个稍微单调了一些，可能也会吃不饱吧。好了，吃完了。我觉得这个巧克力派呢，它是好几层起酥的，馅儿呢很浓郁。但是我觉得吃这一个刚刚好，吃多了会感觉有点腻了。然后呢，这大丸子汉堡，我竟然觉得还有点好吃。可能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有的人会说它是像食堂那种感觉，但是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就是觉得这个丸子加在汉堡里面挺新鲜的。好啦，今天咱们麦当劳新品试吃呢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